思慕，十郎，我是不是正好在这儿路过？你们那个，我没什么事儿，你们有正事儿你们先忙你们的正事儿，我不着急的，我就等会儿就行。娘，你怎么不敲门呢？哦，哎，敲了。那个夫人，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告辞了。行，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，真不用，这是我祖传的，是我姥姥给我的，是我给我未来儿媳妇的。谢谢夫人。辞旧啊，赶紧替王小姐戴上看看，合适不合适呀？呀，真合适，真般配。辞旧，该用力的时候要用力啊！这。果然如夫人所说，真合适，真般配。哎呀，合适合适，哎呀，般配般配。那你俩忙正事儿吧。我想起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。哎呀，路过路过，你们先忙，先忙。所以自打我师兄下山之后，我便也决意下山。这山下呀，我本以为山下是公理正义，没想到皆是些谬论强权。许多人跟我说，这便是世间常态。我偏不信，我偏要治一治这些豺狼虎豹，治一治这肮脏污秽的人世间。世人笑我太疏狂，疏又何妨？狂又何妨？好。人生短短几十载，只当率性而行，及时行乐。姑娘，不愧是江湖侠女，豁达洒脱。姑娘这等不装的真性情，令我自愧不如。楚兄，你呢？你又是为何踏上这条江湖路的？
我又是为何？我4岁读诗，12岁中举，18岁高中状元，受教于东林太师。不是你们家主人怎么回事儿？这关键时候人去哪儿了？我家主人向来率性而为，此刻说不定正酒酣耳热呢。再这么等下去，天都快黑了。不行，行动！你也快点的啊！无耻！他们竟然将你老师杀害啊！简直猪狗不如！我老师一腔热血，是要精忠报国、铲奸除恶。然大封官场，极其声场，泼墨横行。我老师生前最后叮嘱我，他要我远离官场，别学他。我以为自己报国无门，想要辞官一走了之。可谁想，他出现了，是他教我一身本领，让我重燃报国之心。好，泽玉贵人，那是楚兄天赐的机缘，能交到你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更是我李某人天生的造化。说得好，你我不愧是同道中人。干！楚兄，既然我们志气相投，我有个提议。今日结拜，不敢自专，但今念及长你几岁，便冒昧认了这大哥。大哥，二妹，我楚元稹，我李妙贞，今日在此结拜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。子李妙贞，楚元稹，弟叔2号，天宗圣女。弟叔4号，神宗圣子。可惜，可笑。多谢这位官人了。应该的，苏苏小姐穿上男装还这么美啊！哦，文卷都在此处，请小姐慢看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请随时吩咐小的。多谢。这么多啊！哼，大封立国以来，所有官员资料恐怕都在这儿了。开诊吧。只要找到随行名册，通过排除法，便能得知那个人是谁。随行人员中，在金额之上，另派遣督战官1名上阵督战。督战官，
跟上。原来是他。名字呢？怎么了？素素姑娘，我爹去世了，以后在这个世上只剩东家一个人。这一别10几年，素素姑娘心里应当有所了。节哀顺变，何况你还有你的师傅、你的主人，都对你关怀之深。但是我不明白，虽旷日精美，记忆淡去，但我隐约记得，幼时父母慈爱，举案齐眉。我不明白我爹为什么要跟别人一起盗窃秘宝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节哀。爹爹既已愿意帮助大哥，日后你若想从事，他定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也不是全然如此。我既然说过，想堂堂正正从事，就断不会借用你爹的名声，这样只会让他更瞧不起。思墨，你放心。今日我许新年说过的话，全然发乎真心。纵使之前心存犹疑，但倾心如此，我亦如此，绝不相负。许郎，思墨，小姐到了。这么快就到了？那今日便如此。许郎，那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
突然想起来，我好像有东西落在你家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不然我明日再给你送过来。那不行，我明早便要用的。要不，我同你一起回许家玩一趟。那既然如此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小姐，什么？又走了？是啊，来来回回7、8次了，每次四目桥就走到门口，不知为何就又走回徐府了。成何体统？大晚上在外流连忘返，像什么样的嘛？这样，明日啊，让他在家抄书，我不点头，不得出门。啊，是。后院那2个人怎么样？他们之前都在翻阅资料，属下也不知他们在查找什么。不过已经按您吩咐，天一暗就将资料收回库里，将那2人打发走了。那就好。大更人与我内阁毕竟不相往来，给他们行个方便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大人，属下明白。司慕回来以后，叫他到内厅等我。是。哎，许大人，许大人，我这儿有空白，有劳了。那许大人您看。哦，自己拿。多谢许大人。许大人，方才首辅大人找我有事，耽误了点时间。这是我之前找的卷宗，您看是否用得上？有劳有劳。那这自己拿，自己拿。多谢多谢。大人，这里也有。哎，好好好。各位，找到空白处的自己拿过来啊！一处空白10两银子。大人，大人，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空白按时间线性排列，职位由低到高，却没有重复。果真如此，这些空白都属于同一个人，而且这些卷宗清晰地记录了这个人的生平轨迹，但是他的名字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抹去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没想到这么快又到了。那我回去了。嗯。出事了！好漂亮！真没想到，今夜已是15，明月相伴，不枉你我如此。
你的剑还不出鞘？时机未到。3年之后，天人之争，用你的血为此剑开窍。那你也得有命活到那个时候。再来过。再来啊！再来啊！哪来的贼子敢在我大凤京城胡作非为？今日不宜斗法，改日再来。随时恭贺。还想跑？诡计终于清晰了。元景10年，此人高中探花郎，同年担任喜剧郎。元景12年，官任督察院御史。元景15年，担任凌渊关战役的督战官。同年，本该督战有功，获封行赏，情况却急转直下。他不知卷入了何事，背叛斩首。其属下苏杭等人也一同被肃清。这便是他最后一次出现。这人究竟是谁？为何名字是空白？大胆！不是你说吧，说，让我怎么骂你？你说呀！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竟敢欺瞒于我，擅自荣于外人，还不赶紧下去领罚呀？是。滚！滚！你还不滚？王大人息怒，息怒，这使劲打，这息怒，息怒，息怒！错不在他，实在是在下案情太紧急了，他这才给予方便。不是还不够方便？啊？够。世人皆知，我内阁与大更人素来不睦。是。不是，本官是念你有破案之心，已经给你行了最大的方便，你感觉不出来？啊？是。可是你不满足，非要坏我内阁的规矩，不是？这就是你们大更人的行事之道吗？是吗？哎，王大人，您先息怒。说到规矩，恕在下直言，我已经找到了案情的所需线索，是因为吏部的疏漏，这才有所耽搁。混账！不是我内阁有何疏漏？你信口雌黄，信不信我治你那个构陷之罪？哼！敢问大人，吏部记载的卷宗事关国本，是否应该时时清点、整理排疑？那当然，每一部卷宗都有专人清点，发现疑点随时上报内阁呀。好，敢问这几本卷宗上的疑点可有上报？什么疑点？什？大人，消气。在下今日前来是为了办案，并非存心想与吏部作对。这几处疑点正是案情的关键所在。大人若是能够指点一二，在下定当铭记于心。哎，坐，消气。哎，坐吧。不，站着听。叫你坐你就坐。好，坐着听。是魏公要你查的吗？不是，是在下受人之托。你呀，查的怎么样？回去再说。兄弟，什么情况？徐大人，这么晚了，可是打更人出了什么事儿？南街有暴徒寻衅滋事，还将南宫金罗击伤了。哦，还有人能打过南宫金罗？
也不知道是哪路英雄好汉。现下南宫金龙暴怒，还召集了所有打更人，全城搜寻，说就算掀翻京城，也要找出2人。对方是男是女？雌雄双煞，同伙作案。可有看清长相？天色昏暗，未曾看清。但其中一名暴徒身穿短甲，手持一柄银枪。银枪？我知道了，继续找。是。应该不会是他吧？2号，你在哪儿？又到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那要不许郎你先回屋？既然如此，也只好……那我便先回府了。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看我不把你穿成糖葫芦！打扰了，思墨，我送送你。我觉得现在时辰尚早。哎呀，不，你不能轻点吗？我婶婶刚找工匠弄好的，还没稀罕2天，被你糟蹋成这个样子。少废话，再赔你个便是。哎，到底为什么闹那么大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碰见4号了。4号。是我，楚修，你怎么这副样子？被打更人搜捕，发生了何事？初来坏城，有许为2号所死。我与他宗门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，只恨没能将其手刃。这次算他跑得快，下次再让我碰见他，看我不把他打得哭爹喊娘，跪地求饶！哎呀，完了！我跟他说了我师兄的事儿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怎么话那么多？不，你来我一趟家，要不打我们家人，要不就打我们家家具，你让我怎么交代？那我不用枪打一架，你等会儿，打一架，别闹！幸好，还没说太多关于师傅的事情。这2天就先住我这里吧。也好，那为首的金罗难缠得很。这件事情怕是踩到马蜂窝了。魏公若是追责，师傅那边可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或许可以找3号的大哥，他是打更人。你说许谦？对。许谦，有事找你，速速回信，速速回信。谁呀？没事，我们继续。此人的仕途轨迹清晰，苏杭是受他所累，因为某件事情被肃清，所以只要查清了这个人的身份，便能够知道苏杭之死背后的秘密。
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不过我猜测，让他们折戟和变故的事情，或许与这个有关。秘宝，这所有的空白处，很可能是同一个名字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与此人同朝为官，却全然不记得有这等人物存在。当年，本官掌下吏部，首要之事便是清查往年卷宗。于是我没有死心，改换了思路，循着时间的线索入手，果然有一发现。元景17年，没错啊，最后一次出现空白的时间是元景17年。本官遍阅旧史，旁采书信，最后我是在大理寺的案牍库中发现了一件秘文。元景17年，宫中有秘宝被盗。这秘宝是何物？宫中的秘宝失踪，并非小事啊。可不仅是本官，众僚对此事也都毫无印象。又是没印象啊？这元景17年还发生过别的大事儿？临渊关战役，跟上。您是说，此人趁临渊关战役，大奉危难，京城空虚之际，趁机窃取了秘宝？老夫也不知此二者是否有关联，或许是巧合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意识到，是有人刻意在隐瞒这一切，能使吏部卷宗无辜空白，旁人对此事又毫不知悉，致使查无可查。这一切，或许不是我一个区区首辅能管的。要不是魏公要查，我劝你啊，不要深究。线索查到此处便断了，此人的身份以及丢失的秘宝究竟是何物还不清楚。宫里会丢什么东西呢？还有这个没有名字的人到底是谁？所有名字都被抹去了，就算是书写失误的话，那也不能所有卷宗都有问题吧？啊，会不会是有人用了某种秘术，故意将此人的名字抹去了？我明白了，此人先是联合苏豪，盗取宫中秘宝，然后为了逃避追捕，在临渊关战役中用了某种法术，将自己的痕迹抹去。这么说来，搞清楚那术法的来源，或者秘宝是何物，是本案的关键。奇怪，此人既已盗取秘宝，又费尽心思抹除了自己，那何苦还要节外生枝，冒着被别人发现的风险，先炸了桑波，又将神书放进我的体内？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打更人，和他做的事情没有半点干系。等等，还是说有关系？你体内有一样东西，能够帮我温养断臂。什么东西？我只知晓那东西原本并不在你体，是有人刻意将它放在了这里。难道那宫中的秘宝不是蛇，而是某种能放进身体里的东西？要不还是别查了。我知道我爹是生是死，此行心愿已了，再查下去意义不大。这怎么能行呢？
你先别着急，这件事情肯定是有隐情的。许谦，你说对吧？今日里朕夜不能寐，只有来看看你，心里才踏实许多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别怕。难道是朕多虑了？他在害怕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天域人。在下法号杜库，此番前来是要会见你们监正大人。监正不欢迎你，大凤更不欢迎你。天域人，滚回你的天域吧！这就是大凤的待客之道。损坏2间酒肆，波及4间商铺，无一伤亡。此2人随心所欲，又收放自如，看来功力不在你之下呀。义父，属下请求增加人手，全城缉捕2贼，不出几个时。义父。天域法相，好你个天域法相，竟然骑到我大凤头上！又是你！少废话！等我解决了法相，再来解决你。那是看看我的剑快，还是你的枪快？剑正出
呀！果然名不虚传，功力越是高深，越难抵抗他的威压。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。法相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看这架势，向来兴师问罪了。简家，不要躲到何时啊？你徐家在那儿铁骨铮铮，不得跪！我也没跪啊，咱俩比比。难道这就是高阶修行者的战力吗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威压消失了？还什么怕？我又没跪！老夫在此。有人出手了？哎呀！没事吧，二叔？没事。哎呀，年轻就是好啊，身子骨硬了，不像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猝不及防之下，站都站不稳了。不，许家儿郎铁骨铮铮嘛。
你少来。怎么了，小豆丁儿？爹，我都好吵了。马上就不吵了啊！天上有神仙。行了，豆丁儿，别傻看了，快扶扶你爹爹，保护保护你爹爹。去！豆丁儿，快回去睡觉去啊！啊，快回去继续睡觉啊！哎呀，我要你干嘛？我白养你20多年是吧？不能白养，不能白养。英雄暮年，这想当年，二叔那也是铁骨铮铮的好汉呀。这千军万马之中是杀进杀出，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是，正因如此啊，我二叔这双膝才染上重疾，如今不听使唤。我你个白眼狼，就知道笑话你二叔是吧？不是，错了，哎，我错了，你揍了呀！我错了，还说你二叔吗？错了，真不说了是吧？怎么了？这就是许七安家。谁呀？简正，既知我等来意，在下便要开门见山。辛苦了，喝杯茶啊。你的师弟杜鄂许久不来大凤，怎么连来司天监的路都忘记了？大凤境内，简正无所不知。看来这句话并非虚言。如今神叔出世，我等二人前来，是要将其带回天域，还请监正交换。老夫若是不放呢？简正，若是不肯，那我二人将不惜与大凤开战。虽然在大凤境内，我二人实力不如你，但在下敢保证，如若开战，大凤京城必将毁于一旦。简正，考虑清楚，是要一人之命，还是一城之命？
播放。莫非监正是要赌上全城人的生命，来留下神书吗？无放，只因不能放。你们想带走神书，但却不知，神书留在大凤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此话怎讲？神书的宿主许七安并非常人，他的身体里除了神书，还有一样东西。神书若离了这样东西，恐怕你们将来就见不到他了。监正所说，难道是20年前皇宫丢失的那样东西？可即便如此，那也是你们司天监统的篓子，何以要我天玉带过？两位远道而来，想必不会轻信老夫空口白牙。不如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我大凤全城的性命，与你天域的未来。哎，听说了吗？这是天域修士师的神通，想不到大凤跟天域相安无事几十年，如今怕是又要起祸事了。在京城内就动手，这天域未免也太嚣张了。为何接这还不出手，破除了这法相？杀这天域的威风，惠咱大凤也出口恶气啊！对呀，是啊。陛下莫要烦恼，监正大人神通广大，定能破此迷障。对于监正，朕一直是充满信任的。然天域此次乃有备而来，术士体系又较为特殊，不以战力为尊。若此次连监正都束手无策，那我大凤的颜面何存呢？陛下，司天监楚采薇求见，快让他进来。是。见过陛下。啊？哦。哎，监正打算何时出手啊？回陛下，老师说，若由他亲自出手破除法相，未免自降身份，落人口实，应由小辈迎战，如此方能扬我大凤国威。嗯。那此人必是孙玄机了。回陛下，二师兄已有20年未出关，至今仍在闭关修炼。哦，那便是杨千唤了。杨师兄昨日练功不慎走火入魔。什么？走火入魔了？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走火入魔了？那怎么办呢？你和宋清皆不善斗法，你们都不行，那司天监还有谁呀？陛下稍安勿躁，老师让我问陛下借一个人，由他带司天监和那天域的使者斗法。向朕借一个人？谁呀？奇怪，监正出手只是消除了威压，法相仍旧在。总不会是监正拿这天域也没办法吧？对啊，若监正拿此事都没办法，京城之中必定是人心惶惶。那
我与司母今日之约，怕是要改期了。管他呢！大哥，你收敛点，太过张扬了。现在呢？怎么样？算。中间的曲家长不要动，看我微笑，大家。请过目。哦呦呦呦，可以，不错不错啊，画的挺好啊，栩栩如生。哎，尤其是婶婶，神采奕奕，看着像是桃李年华。看着像，我本人不像吗？本人正值28呀。这说句实话，说话头。哎，不如我们再多画几张吧？哎，我看可以啊。来，先生，再给我们画几张。好啊，哎，坐好。好。别动。好。哎，南宫大人。哎，我过去一下啊。哎呦。老师一会儿再画啊。南宫大人，您。您怎么来了？魏公要见你。嗯。魏公，您找我？李妙真何时离京？事情尚未明朗，恐怕还需要些时日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天人之争由来已久，他与楚元稹必有一战，但是我不希望是现在。属下明白，此案已有头绪，等过2日查清了，我立刻送他出去。也好，你现在也抽不开身了。啊？魏公可有吩咐？刚才宫里来人了，陛下要见你，一会儿你要随他进宫。陛下见我？陛下此刻不应该在商讨应对天宇之策吗？正是。陛下要命你劈开他。劈开他？请陛下赐死。为何呀？陛下让微臣去劈开法相，臣若是不去，违抗圣命，死罪难逃；臣若是去了，区小银罗如何与法相抗衡，活罪难免。微臣还请陛下赐死。你是在怪朕？嗯，微臣不敢，微臣是怕辜负了陛下对微臣的信任。不是朕信任你，是信任司天监。监正向朕借人，点你应战。监正，司天监高手如云。微臣区小银罗，怎么偏偏？莫非监正知道神树这位高手在我体内？既是监正选了你，那便由你应战吧。朕寻你来，不是问你的意见，而是告诉你，此事关乎我整个大凤的颜面。你要不惜一切办法，劈了法相，赢下此役。
你放心，事后必有重赏。那要是劈不开怎么办？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不会吧？之前桑博爆炸，我手逃出，监正又托病不出，后来在云州。 监正向朕借人，点你应战。原来那日纵容魔手进入我的身体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如今劈开法相。许大人。 走错了。许天，魏公，刚才我说的话可曾听到？我明白这是监正的意思，但是劈开那法相。 非我力所能及，魏公，你能不能替属下在陛下面前讨个情，让陛下另选贤能？陛下心意已决，恐怕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唉，那属下就不让魏公为难了。也不知这监正为何会选我，这到时候斗法要是输了，陛下肯定会治我的罪。 看来属下能侍奉魏公的时日不多喽。你放心，就算你没输，陛下也会治你的罪的。陛下看你不顺眼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。魏公什么意思啊？天域此番来势汹汹，斗法输了，大奉的颜面尽失。 监正指名道姓让你去，若无把握，他不会向陛下开口。虽然我知道现在的你破开法相有难度，但是监正此举自有他的用意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监正选我的原因，很可能就是我体内有神术，而魏公并不知情。 魏公所言有理，我猜测监正是打算在我劈法相时出手相助，如此既保住了大奉的颜面，又不失身份。具体如何我也不知啊，但是这个老东西越进了天机，行事诡秘，没人知道他想什么。你知道？监正的意思。 连魏公您都想不明白，我怎么可能琢磨得透呢？好了，多此无益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见招拆招。你看，天域的法相一共有8尊，这是曾经出现过其他法相的相关记载。此次出现的叫金刚怒目法相，是首次出现，并无记载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每一尊法相。 就是一个阵法，是阵法就会有破绽。你要做的就是破阵，不能相持用蛮力。你可知道？是。好了，这些卷宗拿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。嗯。这与我在书院查到的大同小异，并没有明确的破解之法。那危险吗？放心吧，魏公说了，既然监正推举了我，
那他定会在暗中助我，做我的后盾。哎，况且啊，魏公如此看重我，肯定不会让我置身险境，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嗯。那你不早说呀？有监正出手，哎，披个法相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啊！哎，宁爷呀，经此之事，那你就是大凤的英雄啊！圣上一定会赏赐你的，而且是重赏。赏赐啊，重赏啊，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！那可是啊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内场去看？宁爷，内场。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哎呀，甚好甚好啊！那你就给我们调一个最好的位置，尽量靠前一些，要不然这个动作呀，面部表情细节看不清楚。哎呀，宁爷这次可是给我们许家长脸啊！那是的，是啊。凌月，晌午之后，我们去街上买几件新衣服。好。如此盛世，恐怕全城达官显贵都会前去围观，尤其是娘，我也一同去吧。行行，一家都去。好，你也去啊，一起去，一起去。宁爷，你干嘛去啊？啊？哦，我去练一下刀法，练一下刀法。需要二叔帮你磨刀，你就说一声啊。许仙，干嘛呢？老师猜他会不会来呢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没这个胆子。你今天真是来得巧了，今日老师正好无事。你找老师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也没什么，想找监正请教一下炼金术有关的问题吧。采薇师姐，采薇师姐。喝完了，帮我拿走吧。好，谢谢。这边。恐怕老师这次要猜错喽。老师，许七安求见。不瞒长公主，老夫可从没错过。许仙，你干嘛去啊？看来还是老师神机妙算。此役过后，他定会声威大振。那是自然。不过以他的心性，老师就不怕他不喜欢你为他选择的那条路吗？明日愁来明日愁啊。那今朝呢？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倘若监正知晓神术一事，那我问了也是白问；倘若监正不知，那我这一去不就等同于自爆？唉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整条街都找遍了，还没找着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明明记得就在这附近啊。上次若不是你指错路，我就不会寻到徐家老宅去。要不是我指错路，你还见不到许大人呢。哎，你公主，还真是您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公主，这些是……本宫听闻你要代表大凤迎战法相，身为你的主公，当然要时时关心，鼎力相助了。多谢公主体恤。怎么样，这一战可有信心啊？对法相少说也有3品的战力，而我只是个小小银罗，还毫无准备。所以公主您觉得呢？我相信你，你可是许七安，打更人最年轻的银罗，我临安手下最优秀的客卿，斩银罗查桑伯治权贵，事事出人意料，又从未让人失望。试问整个大凤，除了你许七安，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？所以你现在就好好放松心情，好生调养，顺便想想要斩了那法相，该要何种奖赏？奖赏？不是公主，现在说这个会不会早了点啊？畅想而已。你从未想过？不瞒您说，我私下当真权衡过，如果真是能侥幸得胜的话，我可请陛下赐一个免死金牌。你糊涂呀！啊？这免死金牌只可免你1次死罪。你想，若是有人存心想要对付你，这免死金牌只不过是个死物，救不下你的。古往今来，这种事情多了去了。我身在皇室，更是司空见惯。那公主的意思是，你需要的不是免死金牌，是地位。哦，你想啊，有了地位，便有了人脉，有了人脉，便可以结识更多的宗室贵族。当你身陷麻烦，这些人才是你的保命符。而且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若你有幸结识到皇亲贵族，又有哪位不长眼的贵族女子相中了你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成为了皇亲国戚，便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你，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还受万人敬仰。一言蔽之，贵族地位十分重要，比如爵位，你懂吗？明白了。属下已然明白公主的一番苦心。当真明白？绝对明白。本宫刚才是不是说的太多了，有些不够精致？是有点儿。毕竟公主身份尊贵，能够亲自上门探望，已然是许大人莫大的荣幸了。话虽如此，可若不说的直白一些，许谦那个榆木脑袋哪会懂啊？那倒也是。你说，他能赢下天玉吗？公主放心。既然许大人听明白了您的意思，就一定会拼命赢下此役的。司天监要与天域高人斗法，大家快去告示栏看皇榜啦！天域高人提出要与司天监斗法。银罗许仙将代表大凤迎战法相，双方将在3日后于观星楼的大广场举办斗法盛会，届时
城中百姓可以自行前去围观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终于有人站出来了，太棒了！各位，听我说，3日后，4天剑与天域斗法，银罗许西安要迎战法相了。哎，这可是大场面，到时候啊，一起去看。对，一起去看。记着啊，3日后。你说，为什么偏偏选了个银罗？这个银罗厉害着呢，他以一己之力破坏了巫神教的精兵图谋啊！哎，还听说这个许云龙要去看法相，到时候一定能灭灭天域的威风。好，来。小二，哎呦，客官，老规矩，一壶半壶老酒，半只烧鸡。这，哎，客官这边请。哎呦，客官实在是对不住了。您看这小店客满，您呀就与这位客官同坐一桌。他点的是跟您一样的，也是半只烧鸡，半壶老酒。哎，你俩还能凑个整吗？可以。这位兄台，哼，怎么没把你拍死，还省得我亲自动手？抢什么口舌之快啊！你们2位认识？那可真是太缘分了呀！顾客，您的酒满好了，请您慢一点。哎，还吃什么喝什么？关兴都有人看法相了，还不去看看？法相，好事。许七安，不是3日后吗？许大人，那是许大人吗？在下杨千焕，手握日月摘星辰。管你摘什么？砍呐，快砍！法相在你后面。知道。杨师兄，你快下来！监正大人，你回去！你忘了，你走火入魔了，你都忘了？混账！老师，这是要阻我扬名之路啊！监正老师说，这事儿不该你管。回去告诉他，今日我杨千焕必定要一飞冲天，扬名立万，浩然苍冥，万物流行，力破万军。浩然苍冥，万物流行，朝鸣电掣。杨师兄。心像满了回魂，风醒来几根前，风吹熄我提灯，黄河上长城门，一声声不了暗中间。一个我这半人，嘲笑如若金凌晨。风自来独秀多闻，风雨内四海间，错过我宝马半途直线如山踏尘。这一步一西风，命与数相争，这不与他争论。逍遥人不斗恨，刹那可渡人。唯若要我黑白不分，那一路陈述我的走。我的来者何人？可否心怀大人？天空无造夜深，只有我心飞人。以光临为生，我愿成为尊，将我傲意精神。下一只心为的少年为风，今夏满了回纹，梦醒来几根前，风吹醒我提灯，我们长长相伴，一声声老歌人，一个我这般人，长袖如若金凌晨，此乃独秀多闻，风雨美四海间，此度我万马奔腾，世间比山踏尘，这一步一西风，命与数相争，这不与他争论。
小鸟人不都恨，小马可路人，为若要我黑白不分，带路战术我能走。我的来者何人？有个心怀大人，天空雾罩夜深，只有我心飞着，这一魄力为生，我不愿成为尊，江湖傲立精神，下一句心为少年晚风。我的来者何人？有个心怀大人，天空雾罩夜深，只有我心而飞则，这一魄力为生，不愿成为尊。江湖傲立精神，少年生来生云峰。我的来者何人？有个心怀大人，天空雾罩夜深，只有我心而飞则，这一魄力为生，不愿成为尊。江湖傲立精神，少年生来生云峰。